前 AI 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在 OpenAI 推出 ChatGPT 带动一波科技热潮后， Google 这个科技巨头之一，今年也重磅宣布了一个名为 Gemini 的人工智慧语言模型，而且还宣称 Gemini 未来仍在人工智能领域占领全球主导地位。那虽然先前 Gemini 有被指出宣传片内容造假，但依旧不减它的热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Gemini 有哪些赢过 ChatGPT 的优势，并实测 Google Gemini 是否真的如 Google 说的一样好用。Google Gemini 是什么？ Gemini 是由 Google 于2023年推出的先进多模态人工智慧模型。这个模型整合了 Google 的 DeepMind 和 Brain AI 实验室的协作成果，是一个能处理文字、图像、音讯和视讯等多种资料类型的大型语言模式。它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 Google 的系统中，包括在 Google Bar、Google 搜寻引擎、Google Map、Google 广告和 Dot 服务中。Gemini 赢过 ChatGPT 的优势有哪些？ Gemini 和 ChatGPT 都是大型语言模型，但 Google 宣称 Gemini 更强大。我们简单帮大家整理了以下3点： 1. Google Gemini 的参数更多； 2. 多模态能力更强； 3. 晶片硬体设备更能支援系统运作，因此 Gemini 会比 ChatGPT 更强大。而 Gemini 官网也有明确列出 Gemini Ultra 与 GPT-4 的优劣势比较表，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官网中查看详细的比较内容。参数与数据差异。参数是 AI 系统中用来调整或最佳化的变数，参数越多 AI 就越复杂，但可以让 AI 模型学习和处理更多的资讯。那 ChatGPT 4.0 它有 1.75 兆个参数，而 Gemini 据报道将有30兆到65兆个参数，这也代表 Gemini 能拥有比 ChatGPT 更丰富的资料样本，能够生成更细腻、更精准的资讯。多模态能力。 ChatGPT 目前只能处理语言和程式码，而 Gemini 可以处理语言、程式码、图像和影片，让 Gemini 在使用时更加方便，也可以用于更广泛多元的任务形态上。晶片能力。 Google 使用了名为 TPU V5 的尖端训练晶片来训练 Gemini， 那这些晶片能同步协调16384个晶片交互作用，才能让 Google 训练如此庞大的模型。Google Gemini 的3个版本差异在哪？ Gemini 提供的3种版本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功能。第一种 Ultra 极致版，它的优势是体积最大、能力最强，可以适用于高度复杂的任务，而功能是拥有先进的推理和规划能力，适用于大规模资料中心的环境。那使用方式是主要是在云端运作，针对需要庞大计算能力的任务。第二种是 Pro 专业版，它的优势是可以扩展各种任务的通用模型，功能是具有良好的通用性，适用在多种任务，而且已经在应用版上的聊天机器人 Bard 里面被使用了。那使用方式是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然后可以广泛的应用在企业或开发者的领域。而第三种 Nano 核心版，它的优势是它是最有效率的装置端任务模型，可以适用于手机等消费设备。那功能是能针对端侧设备进行优化，保持高效运作，而且分为 Nano 1和 Nano 2两种型号。使用方式则是适用于手机、家电等各类消费设备，那它可以离线使用，而且也已经应用在 Google Pixel 8 Pro 手机上。简单来说 ，Gemini 这3种版本能够满足不同使用方式的需求，从高度复杂任务到初步的应用都有相应的版本可以做选择。Google Gemini 注册使用流程：进入 Google Gemini 的网页后，只需要在自己的画面右上方点击登录按钮，以自己的 Google 进入，就可以快速完成注册登录的步骤了。那接着点选左边的 Get API Key in Google AI Studio， 就可以进到使用界面。在右上方的栏位，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使用哪一种模型。Gemini 使用实测心得。除了 Google Gemini 的介绍以外，大家最想知道的应该就是 Gemini 实际使用的感想了。那我们也为大家提供 Gemini 目前实测后的使用心得。实测1：图像理解能力。我们选择 Gemini Pro Vision 来测试它对图片的理解能力。因为 Gemini Pro Vision 是支援图文识别的模型。接着点选 Image， 并选择想输入的 Google Drive 里面的图片，或 Gemini 自己内建的图片做测试。
我们以一个卡通角色的插画为例，由于目前英文提问的方式还是比中文提问更准确，所以我们以英文提问来询问 Gemini 这个角色是从哪个卡通而来。输入完提问后，按底部的 Run 按钮就可以了。大约在10到15秒之后 ，Google Gemini 就马上给我答复了，确实很厉害。Google Gemini 实测2是否为最新资讯？我们到目前已使用 Gemini Pro 的 Google Bard 里面实测。看看它能否给我们最新而且最专业的回答。再简单的询问 Google Bard， 请问 iPhone 15 Pro 是什么时候出的？目前价格大约多少？那 Google Bard 除了告诉我它正确的时间，它提供的价格也与目前市价差不多，而且它还额外补充了 iPhone 15 Pro 目前有哪些规格以及手机特色。可以看出来，它生成的回复真的有比 ChatGPT 更好。Gemini 有提供 API 了吗？答案是有的。Gemini 目前已经开放 API 接口，让开发人员和应用程式都可以透过程式码来连接和互动，也能扩展原始的应用程式功能。而且在 Gemini 的官网中，它还有提供该如何用 Gemini API 的相关教学，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怎么使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Gemini API 的2种方案，点到 Pricing 的页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Gemini API 有2种方案，一种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另一种则是需要付费的。免费模型的 API 限制是1分钟最多呼叫60次，而且免费方案还有一个附带条件是，使用免费模型 API 生成的对话会被拿来改进 Google 的产品，但付费版的不会。所以如果有在意资料版权问题的人，可以再注意一下 Google Gemini 的名字怎么来的。最后补充一个有关 Gemini 的有趣小知识，目前流传是说 Google Gemini 这个名字可能有2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自美国太空署的双子星计划，因为双子星计划是阿波罗登月的任务垫脚石，所以取名 Google Gemini， 也就意味着将它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一步。而第2个来源则是象征着 Gemini 由2个 Google 的重要实验室协作交流产生，所以可能以双子座星座命名。不过总结来说， Google Gemini 这个名字可能也代表了 Google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壮志。AI 文案生成器加码推荐。而除了 Google Gemini 这个开发中的新语言模型以外，我们也推荐你另一个超好用的爆红 AI 文案生成工具 GenApp。GenApp 有很多种文案模板，包括脸书贴文、IG 贴文、影音脚本、文章写作等多样化的模板。除了文字生成的功能以外， GenApp 也有一键生成图片的功能，不管是行销人员或是学生族群都很实用。那今天的2个 AI 文案生成器连结都已经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中了，大家可以马上动手生成看看哦。如果你还想要看更多最新 AI 工具使用教学，欢迎按下下方的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